我现在和半斤一起出发去探秘燕子洞。据说这个燕子洞呢，是1949年到1950年的时候，解放军在这里围剿湘西土匪的地方，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山洞里边，溶洞是溶洞，当时的土匪就盘踞在这里边，据说里边是十分的大的。当时这个土匪的首领陈子贤、石行周呢，他们就是盘踞在这个地方负隅顽抗。我发现一个新的6半斤的方法，你看，就是绑在我这个背包里边，这样子6半斤，我就可以空出双手来拍摄了，半斤也跑不了。因为这边山比较险峻我担心半斤乱跑，而且这里还有那个工程车，我担心半斤也跑下去跟那个工程车去斗所以呢，还是绑着安全一点。这边好多工程车估计正在修建景区，然后还要走1公里，从我刚刚停车那个地方。现在我跟半斤站在一块石头上前面就是万丈深渊、悬崖峭壁，看到那边的洞没有？那里就是燕子洞了。要走一个羊肠小道，很狭窄的小道才能过到去。哇，这个树，这个路也太陡了。半斤慢点，慢点，别跑那么快。哎呀，现在在我前面已经看到第1个洞口了，第1个土匪洞。小心，往左边走。这个第1个洞口这里已经有看到大大小小的这样子各种溶洞。哇，这里边，我现在已经下到这个燕子洞这里了。这里是1号洞，1号洞这里呢，大大小小有数几个很小的这个洞口进去的。听说这边的每一个洞呢，它都是相通的。就是这个大洞呢，能够通到另外一边的小洞里面去，然后小洞呢又能通到大洞。当年呢，土匪他们就是盘踞在这里，守着这个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地方，在这里呢藏了很久，生活了很久。而且听说这个洞呢，最远能够通到湖北某个地方，很深的。听当地的那个村民说呢，这里面有人走丢过。就是不要进入这个洞里边太深，因为呢，曾经有村民在这里探险，这个洞走丢了，在里边迷路了。因为里边这个溶洞很深，错综复杂的这个洞口很多，这个通道错综复杂，所以说走在里边呢很容易迷路的。好多蚊子，好多这个飞蚊，不进去了。里面很潮湿，路很滑。在1号洞这里飞个航拍吧。现在我准备和半斤一起走这个羊肠小道，过到2号洞，还有3号洞，还有4号洞，这样子走过去这条道看起来很窄，而且旁边就是一个万丈深渊，如果摔下去的话，真的是粉身碎骨的那一种所以我要很小心。慢点，慢点。走。我现在走的时候也得扶着墙走，因为这个路比较不平坦。2号洞、3号洞就在那边，去看看。当年的那个土匪真的是太聪明了，会选择这样子一个险峻的地方，可想而知当年的那个解放军他们攻打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多么的艰辛，
山路上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大家看到我上来的那个山路是弯弯延延的，十分的这个难上来的上山这个路。然后你看悬崖峭壁，土匪占据的就是这些地方。这里是易守难攻的地方。半斤走下面干嘛？走上面这里，上来。好嘞，走慢一点啊，不要把我给绊倒了。你不要摔下去了，慢点。嘿嘿。哇，这个路不得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还是把半斤给放开吧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难走了。我怕他拉着我，因为我又拉着他，他又拉着我，两个人都走不了。把半斤放开吧。哇塞！慢点，慢点，你别跑下去了。景色还是很不错的，当年这个土匪真的很会选地方，这里景色太美了。这里就是2号洞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哇，这洞口很深很深啊！哇，里面好冷啊！一进来就觉得里面超级冷。半斤已经进去了，半斤。半斤，你别跑进去了，待会儿你出不来。里面都是迷宫一样的地方。哇，这洞上面还在滴水，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溶洞。哇！我现在已经来到了2号洞了，这个洞口很深很深。我在想要不要进去探一下险，进去里面看一看，里面到底有多深。可是这个地石头太多了，太滑了，不好走。我想着我还是往外边走，那个3号洞、4号洞去看一下吧。不过有半斤在这里，我是没什么好怕的啊。半斤比我勇猛多了，到处窜，到处跑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半斤，慢点，这很危险的。这个地方太险了！哇，这里是很狭窄的地方，在这里要扶着石头过去。大家看一看，这里下面悬崖峭壁，稍微脚一滑，就真的是尸骨无存了。天哪！半斤歪着脑袋在那里在等我，他已经来回跑了10几趟了，跑得快的要死。这里就是3号洞了，3号洞这里有2个入口。天哪！哇，好深啊！反正是看不到头的那一种。里面太暗了，这里面呢就是3号洞了。半斤已经跑到里面去了，我走上前看看这个洞有多深，好凉爽啊！真的，跟进了冰箱那种感觉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打开冰箱之后那种扑面而来的冷气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大家看看半斤啊，他的2只狗眼在发光，有点吓人。这里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洞。虽然有半斤的陪伴了，但是我还是不太敢穿过去。听说这个洞能够穿到1号洞，
在这里可以回去的。我往里面走一走，往里面走去看一下。我不走太深，就走到前面那个入口那里去看看。哇，那个洞口好深啊！我操，那是什么？怎么？我靠！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石头看不见了。我刚刚下去走了大概50米吧，在地面上看到好像是动物的骨头还是什么东西，白色的，一晃而过，吓得我赶紧往洞外面跑。我发现往洞外面跑的时候，脚下的石头是看不清的，出来好暖和啊，在里面真的是跟待在冰箱里面一样，太冷了。现在往4号洞方向走，那个半径又是窜的老快了，我得走慢一点，免得被半径给带下去了。来看看这个路有多窄啊！这个羊肠小道真的很窄啊，必须很小心很小心的走，不然的话呢，真的很容易摔到下面去。哇，这个4号洞感觉进不去了。哇，半斤你是去找5号洞的吗？半斤爬上去了，半斤别去，回来。半斤，半斤回来，别去那边，回来，那边没有5号洞了。半斤去找5号洞了，来。别跑了，乖。看看里边，哇，全都是乱石，大堆大堆的乱石头。这个燕子洞啊，1到4号洞，听说呢能够同时容纳数万人在这里居住的，就是在洞中生活。所以当年的这个土匪呢，他们盘踞在这座山是很安全的，因为这里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从过来的路上呢，大家也看得到，这个那么狭窄的这个山缝啊，可以说是人为凿出来的这个羊肠小道，是很难很难被攻打下来的。所以说，当年的土匪为什么能够长期稳定的在这里盘踞着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。实在是太险峻了，这里。大家看一下这山下的景色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半斤，你哪里去了？你别走丢了。洞里面是个迷宫，你进去就出不来了，知道吗？哇，你身上怎么湿了？里面有水吗？你想带我进去啊？半斤真的很勇敢啊，他不停地往洞里面跑，想带我进去走，但是我实在是不敢进去啊。我觉得进去里边要是迷路了，就真的出不来了，太危险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还是往回走吧。这个探洞历险记就到这里。我刚刚进去那个3号洞就已经被吓到了，被地上的那个骨头给吓到了。这几个燕子洞其实相距并不远的，大概是20-30米，每个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大概是20-30米。而且呢，1号洞、2号洞、3号洞它们都是相连的。并不是说外边相连，而是里边是相连的。就是说你进去里边，3号洞进去里边可以1号洞出来，2号洞出来，只是说里边是很深，错综复杂。如果你贸贸然进去，没有当地人带领之下，你可能会迷路，可能会一直在里边走不出来的，都有可能。听说当年土匪是在里边藏了很多宝藏，就是金银珠宝，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人能找出来的，因为里边的这个岩洞实在是太多了。当年的这个土匪的首领已经通过里边的这个暗道逃到其他地方去了。现在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，
我还是早点回去吧，不然天已经要黑了。洞外边相连的这个小道啊，是人工凿出来的，十分的险。半斤在等我，嘿。半斤，你要去哪里？上来，这太危险了，好不好？外边马上就要天黑了，赶紧回去。不是那边，这边。啊，我跟半斤已经回来了。哇，半斤一跳就跳上去了，太牛叉了！半斤你太帅了，知道吗？我从那个烟子洞那里爬上来了，又回到来，这里好大风，好凉爽啊！看得到这个烟子洞啊，它就是立于这个悬崖之上的，悬崖峭壁之上，整一面呢都是垂直的峭壁，真的就是一个悬崖，一刀切过的蛋糕的那侧面一样，那几个洞就在那里。谁不曾啊，拥有过梦想？前进的路上，注定会有风浪。追梦的心，勇敢的人啊，你我就像明天出生的太阳，发出耀眼的光。